啊！又一个武阶！不会吧，真撞上了？没事的，老师，我已经渴望挑战强者很久了。是他，4阶对5阶，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打。 4号对97号，双方就位。可惜啊，97号这匹黑马，看来也只能止步于此了。是啊，4阶对上5阶，绝无胜利可能。他怎么不穿盔甲？重申一遍。 不得故意伤害对手，认输或失去战斗能力的一方将被判负。你认输吧，没必要浪费时间。比赛开始。听说你前2天一直凭借着这个技能取胜，省省吧。 别在我面前使用这种垃圾技能，5阶与4阶的灵力差距，哼，胜负早已注定。灵力，并不是决定胜负的唯一因素。好，很好。快看，这就是液态灵力。 5阶的标志，太华丽了！哎呀，这97号肯定完蛋！喂，你们俩给我闭嘴！信不信我现在就让你们完蛋？教官，浩辰能打败4号骑士吗？很难。认输吧。 释放液态灵力后，我的攻防都会大幅度提升，你打不过我的。根本没时间完成蓄势。哈，既然你不听劝，那今天就让我教教你什么叫强大。会神域格挡啊，还算是有点本事。可惜，你遇上的是我。 浩辰，守护骑士因为攻击技能较少，所以他们之间的比试更多比的是灵力的高低。谁能在防御的同时抓准时机进攻，谁就能获得胜利。你就这点伎俩？灵光之灭，光明之士为我守护，灵光轰起！ 幸好有老师送的灵光护腕，一天可以激发3次灵光罩，每次维持1分钟。灵光护腕应该能坚持一段时间，只是，哼，就凭这破龟壳，想撑到我灵力耗尽？别做梦！还不死心吗？教官，弟弟要输了。浩辰稳住，液态灵力化开的消耗
是平常灵力的3倍。只要放弃攻击，全力防御，就有机会拖到最后，绝地反击。光闪现！可笑！圣光切断！在没有消耗掉对方的灵力之前，贸然攻击只会适得其反。97号选手，你是否要主动认输？很好，我倒要看看，你还能坚持多久。教官，他这是将所有液态灵力汇聚进身，无视自身消耗，全力输出。一方面，他是觉得没有防御的必要；另一方面，他是打算速战速决了。光之重力！怎么回事？被困住了！这是什么技能？怎么跟个囚笼一样？教官，这技能我怎么从未见过？糟糕，这应该是传承秘籍。我们都大意了。面对5阶强者，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液态灵力上。这秘籍，世间万物皆有引力法则。糟糕，不能动了！而人与人之间的法则，就是弱者要向强者低头。你很优秀，但我更强。教官，怎么办？弟弟他……这应该是控制系的秘籍，普通的技能根本无法破解。现在无论是灵力还是技巧上，这位5阶骑士都更胜一筹。守护恩赐，荆棘光环。浩辰想破开对方的防御，只可惜守护骑士的技能只有这些，他已经把他能用的全用完了。那弟弟怎么办？没用的，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一切都是徒劳。浩辰，你知道历史上为什么从未有过惩戒与守护兼修的骑士吗？一是因为先天内灵力，越是高阶的技能，就越需要更多的灵力支撑；二是因为精力，只有专精才能让修炼之路走得更长更远。一味贪多，只会让两边技能都无法修炼到位。而你，身为骑士殿史上第一个光明之子，你的天赋与领悟力皆异于常人。爸爸也相信你，可以付出更多的精力，保证两者兼顾。光护体。但这个身份所代表的意义极其特殊，你将是整个人类史上第一个，也是唯一一个双修骑士。一旦你身份暴露，将会成为众矢之的。同样的招数用这么多次，你这是黔驴技穷了吗？这97号看起来不想放弃啊！再不拿出真正实力的话，可就输了。我向您承诺，绝对不会轻易暴露这个身份。还不认输？你可真是……不甘心！结束了。本场比赛4号骑士。爸爸，对不起，我不能在这里倒下。
骑士的技能，弟弟曾经在打碧绿双刀模时用过。什么？你怎么会惩戒骑士的技能？十字斩！闪电刺！如果说守护骑士最重要的是把握战场大局观，那么惩戒骑士就是要抓准敌方破绽，快准狠的进攻。等我拿回了武器，有你好看！黑色沙漠，我的黑色沙漠可以加强整个场地的重力，绝无挣脱的可能。要施斩！怎么又是惩戒技能？圣剑！竟然是圣剑！这可是5阶惩戒骑士的最大杀招，它能压制一切黑暗力量，是高阶骑士御敌杀魔的神技啊！他怎么会？他究竟是守护骑士，还是惩戒骑士？不，他是双修骑士，就是同时修行惩戒技能和守护技能的骑士，但这种修行方式只存在于理论中。可从这个孩子的身上，我能看到的是，他受到的教学，无论是惩戒还是守护，都是最顶级的。不可能！历史上从没有人能够同时修炼惩戒与守护，你不可能有这么多灵力！结束了，97号赢了，4阶也能打赢5阶，怎么是他？难道他是韩老家的内线？ 4号骑士失去战斗能力，97号骑士获胜，比赛结束。韩语。 韩宇自愿成为龙皓晨的护从骑士。与平等契约相反，护从契约是绝对的控制与束缚。未来5年内，护从绝不能违抗主人的任何命令。 而主人只需意念，便能掌控护从的生死。你是否已经做好了觉悟，舍弃你的生命甚至意志，为牺牲而生，为守护而死，永远挡在主人面前，贯彻身为护从的职责？ 以我之身为主之盾，永不背离。你是否已经做好了觉悟，承担他人生命的重量，永远冲锋，永不退缩，带领护从始终走在与魔族对抗的道路上？
为媒，以剑为誓，永不离弃。你们必须牢记各自职责，相互信任，勇往直前，为联盟奋战终生。这便是身为骑士最至高无上的荣耀。我们将毕生为联盟而战，为人类而战。希望我的决定没有错。汉宇，小雨，圣骑士长大人，这是怎么了？他体内的光明之力正在急速增长。怎么会这样？发生了什么？这是什么地方？刚才有很强的光明之力涌动，将我们传送过来。这些石柱似乎因浩辰的降临而被点亮了，升到97就停下了。难道他们象征着浩辰的97点先天内灵力？97？龙浩辰的先天内灵力有97点，他是光明之子。赐福之地竟然被打开了。传说中从未降世的光明之子，终于出现。我知道了，这里是光明之子的赐福之地。传说，当光明之子签订护从契约时，就会进入赐福之地，为其护从进行天赋压制共享。天赋压制共享。对，任何与光明之子签订护从契约的人，先天内灵力都会被大幅度提升。韩宇的先天内灵力竟然直接从原本的63点提升到了80点，80点的先天内灵力，这个天赋甚至超过了那几位神印骑士大人。难道浩辰将来会有一位神印骑士护从吗？进入黑暗年代6000年后，光明之子终于降临。难道人类苦苦等待的转机，真的已经出现？
先天内灵力竟然提升到了80点，我终于有了晋升9阶，直面魔神，为爸妈报仇的机会。没想到，我渴求的这一切，竟然都是龙浩辰带给我的。而我因为傲慢，差点就错过了这个机会。护从骑士韩宇此后将为主人而战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